Android Studio 类别层次结构。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具有相似属性和行为的内容划分为群组，甚至会在这些群组之间形成某种类型的层次结构。例如，您可以使用比较宽泛的类别，例如蔬菜。在该类别内，您可以设置更具体的类型，例如豆类别。在豆类别中，您可以划分更加具体的类型，例如豌豆、黄豆和大豆。这可以表示为层次结构，因为豆类包含或继承了蔬菜的所有属性。同样的，豌豆、黄豆和扁豆均具有豆类别的属性，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属性。用编程术语来表达。如果您将 vegetable 作为 Kotlin 中的一个类别，您可以创建 legume 作为 vegetable 类别的子集或子类别。这意味着 vegetable 类别的所有资产和方法均会被 legume 类别继承。您可以用 legume 类别父集或父类别的形式引用 vegetable。您可以通过创建 legume 的子类别，例如 peas 和 soybeans， 继续扩展类别层次结构。这会使 legume 既是 vegetable 的子集或子类别，同时也是 peas 和 soybeans 的父集或父类别。vegetable 是此层次结构的根类别或顶级类别，也称为基类别。Android 类别中的继承。Android 的很多部分都是以类别的形式向您提供的，包括 Activity、视图和视图组。例如 ，Android 中有一个 View 类别，它表示屏幕上的一个矩形区域，并且负责绘制和事件处理。TextView 类别是 View 类别的子类别，这意味着 TextView 会继承 View 类别的所有属性和函数，并会添加特定的逻辑，以向用户显示文本。第一集。再往下一集 ，Edit Text 和 Button 类别是 TextView 类别的子集，它们会继承 TextView 和 View 类别的所有属性和方法，并会添加自己的特定逻辑。例如 ，Edit Text 添加了自己的功能，能够修改屏幕上的文本。您不必从 View 和 TextView 类别中复制所有逻辑，并将其粘贴到 Edit Text 类别中。Edit Text 可以直接子类别化 TextView 类别，或者在子类别化 View 类别。在 developer.android.com 网站上有关 Android 类别的文档页面顶部，您可以看到类别层次结构示意图。如果您在层次结构顶部看到 Kotlin.any， 这是因为在 Kotlin 中，所有类别都具有一个共同父类别 any。